我们要说的是来自于港股的卫龙美味。第一，之前的上涨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性质？是反弹还是反转？从相对的高位18块钱的回落，它又是什么样一个级别？是针对哪一波上涨走势的调整？后期如果要加仓，下方的加仓点在哪里？以及后期从18块钱向下的调整，它的一个调整的形态是什么样的？围绕以上几个问题啊，我们开始。那么先看一下它的周线图。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里是交易品种共享的大家庭，通过波浪结构的解盘看形态入场，专注解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原油，来帮助大家避开追涨杀跌的陷阱。欢迎伙伴们关注、订阅和点赞。如果有看不准的品种，可以私信约稿。因平台限制，更多的品种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可以加 QQ 来了解会员权益和资格。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这是一位粉丝约稿，想问一下当前的这个价格附近是否还能加仓？那只能说明一点，你前期在相对的高位应该进场或者是进场的位置比较高进场的仓位可能也比较多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从几个维度来聊一聊这只股票。周线图整体的这只股票上涨的时间不是特别长22年的12月份，截止到现在也就是不到3年时间。在这3年时间里，整体走势是一个先回落再上涨的一个势。那么我们当下重点就是要先研究一下这波上涨的它的一个结构和性质。低点出现在 4.65， 高点出现在 18.10。 从目前已完成的结构和形态来看它是已经走出了一个3波。那首先我们就要判断从 4.65 向上是否会发展出一个5浪推动形态。那这里我们先借助一下黄金分割，可以看到从 18.10 向下的回落，它是已经触及到了 50% 的位置。那如果它是一个推动浪的形态出现，就是1、2、3，这里是个4浪的话，那从我个人经验而谈，它不应该回调的这么深，最多也就是在 0.382 附近，也就是 3.80 附近就应该结束，然后再次展开向上的推动浪走势第5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震荡下行，它实质性已经跌破了 0.382 13.80 这个位置。那这里就值得我们思考，可能之前从 4.65 向上运行到 18.10， 它就不是一个推动浪形态，它仅仅是一个反弹结构的 ABC， 并且这个 ABC 向上的反弹已经结束了。那也就意味着后期从 18.10 开始向下的调整，它将是针对之前这个3波整体走势的一个回撤修正。从目前整体的运行的幅度来说的话，那还没有完成此轮的一个向下的一个调整下行走势。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18.10 截止到目前它运行的一个次级别的一个结构。从当前这种运行的结构来看它大概率是在走目前已经出现的应该是一个双重3浪，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WXY 这样的一个走势，双重3浪结构。这里我们再借助一下这个波浪尺，看一下第一波调整和第二波调整的一个比例关系。那通过这张图我们就能看到下方的支撑大致是位于 11.10， 日线支撑 11.40。 这里我们再结合黄金分割统一看一下能否找到它的一个共振。那可以看到基本上波浪尺和黄金分割它都在 11.40 附近形成了一个共振区域所以此处的支撑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此次从 18.10 向下的调整它会有几种演变的形态。第一种它就是起手走了一个 WXY 的3波形态，跌到 11.40 附近结束，然后呢会向上走出一个新一轮的反弹 ABC。 等这个走势结束呢，会再次从相对的反弹高位向下走出再次调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起手走的这个3波这个双重3浪，它会合并为更大一个周期的一个 A 浪，反弹紫色段的3波它就是一个 B 浪，后期再次下跌的黑色段它就是一个 C 浪，会向着618甚至于跌破618的位置去运行。那当前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走的话，那整体走势这里我们再看一下后期预期的一个反弹高度，
大致也就是处在 15.60 到 16.50 这个区域压力， 15.60 到 16.50 区域。当然，如果后期价格靠近 15.60 啊，并没有触及到也算。这是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图表来找到上方的一个大致的区域，因为这波外浪的低点可能还没有出现。通过这个黄金分割的话，一定是找到相对的高点和相对低点，然后画出来的。所以现在目前这个压力区并不是特别准确。那通过这样的划分，那我们就知道了此处可能会存在一次反弹的机会啊，也就是这一位粉丝所说的加仓的机会，是靠近在 11.40 附近，这是比较乐观的一种看法啊。因为它反弹的会比较高。我们接下来说第二种走势会出现什么样一个情况呢？当前的回落，整体回落会从现在的这种双重三浪，它会演变成三重三浪，那它整体反弹的预期就不会有这么高。之前的部分都是重叠的啊 ，W 反弹也没问题，是 X 下跌的 Y 再次反弹的这个 X， 然后向下还有一个 Z 浪。这种走势我们用红色线段来表示，那也就意味着，如果走成三重三浪的一个结构形态，那后期整体向上反弹啊，它不如第一种，它就会在这个14甚至于不到14的位置，它就会选择结束了。通过以上两种结构的分析，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此次从 18.10 开始的中期回落调整还远远没有结束，后期向下的空间幅度都会比较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618的位置大致是位于 9.80 啊 9.80， 甚至于我刚才说了会跌破 9.80， 那所以当前来说可能会存在一次多头被套之后自救的这样一个机会，就是反弹的 B 浪或者第二种预期的反弹的 X 浪，两种反弹的结构预期都同时存在。那下方重点关注的就是 11.40 这个位置，可能会加一次仓再往上再走啊。弱一点的话就是 X 浪打到14或者是不到14，靠近14都可以，然后再次运行三重三浪的最后一个 Z 浪。因此对于这支票，我个人建议说啊，你如果之前是被套了，那么可以借着这回机会减亏或者少亏啊，甚至于保本啊，我觉得都可以先出来，因为毕竟中期的向下的调整波段它并没有走完，它只存在于短线的机会，而不存在于波段的机会。好，以上就是咱们关于这个卫龙美味适不适合加仓的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复。那通过整体的波浪结构形态我们也知道了，之前那波上涨它不是推动浪，它就是一个反弹浪。那同样从 18.10 开始，现在向下的回落也还没有结束，因为回撤的幅度没有达成预期不达标，所以后期经过一系列的反弹之后，它还会缓慢的向下去运行。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